Hello， 欢迎来到库克实验室。今天很荣幸邀请到 HashKey Global 的 Ben， 然后他是 HashKey Global 的 Managing Director， 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来自 HashKey 差不多6年了。对，之前是来了 HashKey 之前，我在读在 Stanford GSB 在读书。在 Stanford 的时候是创建了整个大学最大的这个区块链的这个俱乐部，差不多从零建到600多个人。然后这么多人，对，然后那个时候17、18年就是毕业之后就回到香港这边然后就开始参与 HashKey 的早期的这个建立的阶段。所以 HashKey 其实已经很久了，就是从那时候应该就是在跑牌照吗？还是在？对，那个时候18年、19年，因为刚好因为大家都知道 HashKey 是就是第一家。就是在香港拿到了这个可以服务散户的就 APP 的这个牌照嘛，交易所的牌照。然后呢，但是这个过程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因为刚好在18、19年，香港的证监会还没有建好它整体的这个 license 这个牌照的框架，所以说 HashKey 是在早期一直是在给一些建议，就是说。这边的证监会为什么应该要监管这边的行业嘛？就是它的好处是什么？可以培养整个行业。然后后面我们就开始正式审牌，应该是22年，正式拿到了，然后去年就是开始做更大型的运营。那为什么你的中文这么好？因为之前就是来 HashKey 之前就是在美国嘛，在美国创业，然后读了 Masters，然后在那个时候之前我是在中国大陆也工作一段时间，在金融业还有在技术行业。所以那时候在美国其实就中文就很好了。我大学就是本科毕业之前不会讲对，然后去了中国待了一段时间工作，然后回美国是可以讲的。很多挺有趣的点，就是回美国，然后去那个美国的一些 Chinatown， 在 Oakland 啊、旧金山，然后跟那些店长讲中文，他们非常 surprise。我们就来聊聊就 HashKey Global。那我比较好奇是说，像你刚刚有提到，就是其实在拿牌照的时候已经花了蛮多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就是可能在申请的过程中拖得比较久，或者是遇到什么样困难，你们是怎么克服？对，其实整体 HashKey 其实我们一直是我们的方向其实是很简单很清楚，就是我们认为是。将来推出这个中心化的交易所，一定要走合规和安全的这个赛道嘛。所以说 HashKey 我觉得在整个就是全球交易所、全球的这些 CEX 来看，其实 HashKey 的布局是最有意思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我们第一站就是香港，然后在香港拿到牌照的这个难度是非常高，因为它整体的这个需要公司建立的一些内控，就是一些 internal controls。蛮多的，就是不只是做反洗钱的一些控制，而是说很多东西其实是为用户好。那么所以说，其实我们已经有这个很好的这个基础，从香港开始。那我们就是开始扩展海外的市场，是我们国际站上线之后，就是我们那边拿到的，就是 Global 站的牌照是 Bermuda，其实，在我们拿到了之前，其实 Coinbase 上一家拿到了是 Coinbase International，所以说整体我们认为其实是，而且那边的牌照的框架那个 licensing framework 也是 investor protection 为主，它不只是要你处理反洗钱的问题，它更是很多东西，比如说用户的钱包跟公司的钱包是要做非常清晰的这个隔离，包括很多这些信息安全的一些东西是要做，包括。公司每年要做内审要做财务审计，要对接一些对外的一些审计，非常多，包括要买保险。所以说，国际站的这个发展，我们觉得是很好的，因为它是能够把我们香港的这个合规的基础也带到海外去发展。因为我记得 HashKey 在香港拿到牌照是算第一家吧。就是第一波的第一家，第一波，我们应该是第一家，正确来说，我们应该是第一家能够上针对 retail 的 mobile app，mobile app，对，在香港是有应该是目前是有2家是可以运营，但是 HashKey 是第一家拿到那个
可以推 mobile app 给 retail 的这个许可权。那就是因为刚刚有聊到，像刚刚 Coinbase 是第一个拿到那个 Bermuda 的那个牌照，那比较好奇，它是上一家，对，上一家 OK，那我比较好奇说，像 HashKey 的话，跟像如果是对标 Coinbase 的话，因为大家也知道目前的 Coinbase 是算前几大的交易所，那你觉得说如果 HashKey 对标 Coinbase 优势会在哪里？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说实话，其实 Coinbase 它作为一个欧美公司，从它的这个合规技术来讲，合规安全的技术来讲，它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但是从那个整体的这个产品体验和用户体验的这个角度，我还是感觉，比如说 Coinbase 这种交易所，它还是比不上就是像 OKX、Binance 这样的交易所的整体的这个 product 和 user experience。那么我觉得 HashKey 的最大的这个HashKey Global 最大的优势是在于就是把亚洲的这个产品体验和 UX 的这一方面的优势，跟海外的这些合规和安全的这些优势合在一起。去对标 Coinbase，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那这样子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功能，或者是 Coinbase 没有的，那 HashKey 可以做的这一种？对，这个问题挺好。就是 Coinbase， 比如说 Coinbas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它现在基本上就是现货和合约。那么接下来 HashKey Global 会推出来的产品也包括现货，包括用续合约，也还包括 Launchpad， 还有其他的这些杠杆服务。所以说，就是我们总体的这个产品的布局，感觉还是会比 Coinbase 会多一点。我听到了关键字 Launchpad。那你们这样子 Launchpad 这样下来，你们有打算多久开始推出 Launchpad？其实我们还没有正式发布，但是我们已经 announce 会有这样的一个服务。但是它具体的细节我们还没有开始分享。但是呢，我们为什么会比较开心，或者说有兴奋的推出这样的一个服务？因为我们认为，其实很多新的项目和新的产品，其实他们可能是一开始他们是有自己的社区嘛，可能社区的这个规模是有限。通过像 HashKey 这样的一个平台，他们是可以扩展他们的用户群体嘛，就是说白了是做一些更多的 user acquisition 的一些行为。我们觉得这是很好嘛，因为反正就是大家在这个行业都想要就是促进这个 Web3 的 adoption。这算是三赢吧，就是交易所赢、项目方赢，然后用户也赢。对，这个很好。对。那我比较好奇是说，那目前可能对 Launchpad 有兴趣，有跟你们做联络了吗？对，蛮多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还没有正式推出。了解。而且就是因为就是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作为一个合规交易所，其实从用户的角度来看，其实任何交易所上币的时候，不管是我们 Coinbase、Binance、OKX， 是不能保证这个上架的产品是会一直涨，还是不跌。但是呢，我们的职责就是包括一些其他的合规交易所的职责，是对于项目方是做足够的这个尽调，就是为了避免这些有一些东西是 scam 啊，或者说没有做足够的这个信息披露，或者是向项目方 dump 东西给用户这样子。对，所以说就是内部要有一些比较完善的 due diligence 的一些流程。但是呢，不管是数字货币市场或者说股票市场，都会有一些公司 IPO 之后也会暴跌。对。那刚刚有聊到上币，我比较好奇是说，因为最近是像 meme season， 就很多那种 meme coin 就是出来。那像之前的那个 Boom 那个 BOME，还有就是一些各种可能 Solana 链上的各种迷因币。那像这一种各个交易所，我知道是有一些交易所都抢上。就举例来讲，像币安，然后还有我记得 HashKey 好像也有，就是上。那像这类型的迷因币这种上架的审核制度，是跟一般的可能说一般的代币上架制度会不一样呢，还是？就可能是所有交易所的这个上币的尽调流程都有一些不一样的点嘛。那么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如果交易所 A 假设它的尽调的问题点，就是标准的问题点，假设是有50个，有可能针对这个项目是所有的问题是可以有答案的嘛。对于其他的项目，不管可能是冥币或者说其他的，假设它的 founder 是 anonymous，可能50个问题其中可能有
5个、10个是 not applicable 的一些 answers 嘛。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上臂的或者说上臂的委员内部的一些管理团队是要决定这到底是这个风险可不可以，就是可不可控。但是我觉得在民币那一块，其实是也是要做蛮多的尽调。但是呢，民币其实它是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嘛，就是从这个社交啊，还有就是社区的扩展，其实很多东西不能说是所有的，就是所有这种类型的币全部是 scam 嘛，也有一些 scam， 也有一些东西是垃圾，也有一些东西可能是它确实是有一个正在发展的社区公司价值的。对，所以说这个还是要看很多细节。其实民币也是可以分类的。那再来就是我们来聊一下，就是说，像说以交易所的角度，像以 Hashkey 的角度来讲的话，在这一轮牛市，你们会关注着重在哪一些赛道上？对，这个问题很好，这个就是表达个人的观点嘛，就是站在个人的角度。其实今年就是24年到25年，其实蛮有意思的这个 cycle。因为说实话，在上一波的这个熊市的时候，很多就是可能很多 mainstream 人会开始悲观啊，会觉得你看 FTX 这样类型的公司啊，还有什么 JPEX 这些类型的公司，是不是这个行业是全部的人是骗人什么的？但是呢，就是真正的是在这个行业待了几个 cycles， 比如说像我这样子啊，或者说其他的比我更 OG 的人，会知道就是刚好在22年和23年那个阶段，其实是最好的这个 building 的阶段。所以说，我觉得是有2种人是在 building 在那个阶段。第一种人是说，可能是做一些 DeFi、Web3 的一些 decentralized 一些 projects 嘛，比如说你看那个最近出来的 Athena， 很多就是不同的一些 stablecoin 的一些 models 嘛，这是一种类型的。第二种类型的是像我们这样子一种 centralized exchange 的公司，其实是在那个时候22年和23年，我们也是只是 heads down building，因为我们认为是我们看到，其实在每一个 cycle。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trigger of 那个 bear market，就是交易所，就是中心化交易所做一些事情是倒闭了啊，或者说什么，所以说我们一直认为是，如果整体的这个 Web3 的这个行业啊，或者说 decentralized 行业，或者说 blockchain 行业，如果我们真正的想要让它可以达到 mass adoption，我们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说要有一些就是靠谱的中心化的交易所是可以出来，所以说我们是在22年、23年在做很多 building， 在做持牌交易所上。那么针对其他的赛道，我们还是觉得是，今年有2个大的一个趋势要关注。第一个就是，当然就是很多人会讲，但是 blockchain scalability，我们认为是在24年和25年，这个会现在已经是在有一些大幅的一些变化嘛。因为你看，就是在上一波，在21年那一波嘛，什么 DeFi Summer 等等这些，在那个时候其实也还是有很多 blockchain scalability 的问题嘛，或者说这些区块链的一些网络就是没有到主网啊，或者说就是支持不了，就是几百万，就是几千万个用户，就是那个时候还是比较早期。但是你看，从 Ethereum 的这个，包括就是上个月就是 Duncan 的那个 upgrade 之后。很多不管是 gas fees 或者说 layer 2和 layer 3的发展，其实是陆续的有一些 DApps， 如果是他真正的想要有一个 blockchain platform 可以支持几百万或者几千万个用户，其实我觉得是在今年和明年是可以做得到。比如说你就是 Optimism 的 L2 啊，或者说 Base 的 L2 啊，这些包括就是将来一些 L3 based on 这些，都有机会。所以说就是 blockchain scalability 就是能够支持。更多的用户群体。第二个点，我觉得可能是更重要的是，整体的这个wallet 的 user experience 是在提升。我觉得特别是在 key management 那一块有很大的变化。就比如说，就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就是最近有一些就是一些新的一些社交 apps 出来，比如说 Warpcast 是基于 Farcaster。Warpcast 的好处是它就是一个 Web3 social app，但是呢，比如说新的用户，就是很多新手开户或者注册的时候，他不需要管那么多那个 seed 和这些 phrases， 你知道吗？而且它是用它那个开发的那个模式，它是用 passkeys，passkeys 就是说是把用户的这些私钥什么的，是保存在iCloud。所以说 anyway， 就是我觉得 blockchain scalability 和这个 wallet UX。
今年和明年也会继续会越来越成熟，然后会带来一些新的应用，是可以获取更广的用户群体。那 Ben 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像上一轮牛市很多就是 centralized exchange 就爆掉了，就很多交易所就会开始贴出他们proof of reserve 的这一种说我们确保我们有100%的资金在可以随时可以提利，储备是超过100%。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好奇的话，像是对于 HashKey 对于用户来讲的话，有做到什么样的安全保证机制？挺多的。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还是觉得是 proof of reserve 是不够的，因为你 proof of reserve 那个就是 asset side 的那个 balance sheet 嘛，你还是 liability 是没有提到的。所以说，当然我是一个 personal believer in 就是 the capability of blockchain 还有去中心化的技术是可以降低很多对手方的风险，但是呢，在中心化交易所这个领域，我还是觉得 proof of reserves 不够。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合规的交易所，我们做的更多的安全措施是包含什么呢？就是第一是这个热钱包跟冷钱包之间的这个差别是多少，就是这个比例是多少。然后第二个是说，你整体，比如说从交易所的角度，你整体的这些钱包的管理，不管是从 IT 的角度，更是从人的角度，就是怎么样管理这些权限，其实这些东西都很重要，就是为了避免一个公司的资产是可以被盗，其实有很多角度。所以说，不管是我们香港这样的这个持牌交易所，或者说我们国际这样的持牌交易所，都是有基本上是同一套的一些安全措施，而这些两种安全措施，两边的安全措施都是被监管审查过的，而且是在国际上，我们每年都是要经过一个 cybersecurity audit，那个也是就是第三方要对于我们所有的这些IT cybersecurity 的这些措施要做检查，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国际站也是买了保险就是买了钱包保险，所以说万一就是出了一些问题，其实是公司也是有这个方法是可以赔偿。所以说其实是蛮多的。所以 proof of reserves 我觉得只是一步而已，也是要有一堆的一些内控的方法，包括一些就是内部人的一些权限的管理，包括第三方的这些审查，都会提高整体的中心化交易所的合规和安全的程度。我觉得蛮有趣的一点就是，因为像有一些交易所它是使用类似一个 fund， 就是变成说，如果今天交易所被盗了、被害了，就是它交易可能出问题，就是他们会用那个基金来去做赔偿。对。那您刚刚讲到的是说 HashKey 会比较是用类似 Web2 的保险来去做这个机制吗？因为是中心化的交易所嘛，所以说HashKey 我们会对于我们钱包的资产会买保险。如果是涉及到这个 futures 的产品，就是永续合约，那个我们的模式也跟其他的交易所是类似嘛，就是会有一个储备金，就是如果某一个用户的这个合约是发生爆仓，然后串仓，就是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 reserve fund 来弥补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有一个蛮有趣的一点是，我发现呢，近期很多就是交易所，就是慢慢的从就可能说它是原本是 centralized， 然后它就同时它又会有一个可能是去中心化的钱包，那这种设计，那你觉得是说这样的设计是比较算符合人性吗？还是会比较说未来？你觉得也会朝这个方向去走？你说，比如说，就是 Coinbase、Binance、OKX， 就是又有中心化交易所，也有去中心化的钱包。对，没错。这个当然是已经，也不说是趋势吧，这个已经是现在的情况。我们也认为，因为 HashKey 除了做centralized exchange 以外，我们也有投资部门，然后就是 HashKey Capital 也是投蛮多的Web3 projects， 也包括也投过钱包，所以当然这个 Web3 wallet 是一个非常重要，在整个行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那么可能 HashKey，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所有这些公司的发展的这个节奏，不管是 Coinbase 或者 Binance 或者 OKX， 首先。如果你要获取用户的信任，首先你要有一个，就是你的中心化交易所的规模要达到某一个程度之后，你才可以就是不断的扩展一些新的产品服务给用户。所以说我们这边从我们这边的角度，我们首先想做的工作就是先推一个就是国际用户可以使用的一个安全合规的中心化的交易所，然后这个
一旦它有足够的用户群体，然后呢已经拿到了足够的用户的这些信任，我们可以不断的扩展一些新的产品，像有可能像Wallet 或者其他的周边产品。当然 Web3 的这个 Wallet 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产品，然后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聚焦点，我们现在的 focus 是在怎么样就是做好中心化交易所，怎么样就是拥抱监管，怎么样就是保护客户的资产，这个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focus。因为我们认为是随着 FTX 的这个事件，随着 JPEX 的这些事件，我们觉得整个行业最需要的现在就是安全和合规的交易所，特别是在于资产的安全。资产的安全是除了 IT 除了这个信息安全的角度以外，就是还是 focus 在不要这个交易所是可以乱用客户的资产。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除了香港这样的交易所以外，所有我们在国际上拿到的一些牌照都是会要求公司的资产跟客户的资产是要分开隔离的，包括这个是要经过审计的，不只是我在这边跟你讲，这个也是要有第三方的，不管是第三方的监管，也是要有第三方的审计公司，每年是要审计的。所以说作为一个持牌的合规的交易所，中心化的交易所，我们最重要的 focus 是在于保护客户的资产，然后就是搭建一个安全的市场。你们审计公司是找4大的吗？还是？对，因为现在是在香港这边也是4大，但是不排除这个是也会扩展更多的一些伙伴。那国际站也会是同一个，还是会？我们认为这样子才会效率会高一点。那我想问啊，就是对于在这个行业工作，通常是对可能行业的发展啊，都会比较相对敏感。那我比较好奇是说，你觉得现在是牛市吗？还是它只是个开始？对，我觉得现在当然已经是进入了牛市，这就是 BTC 已经破了新高嘛。我表达个人的意见，不是公司的意见啊，就是24年、25年，我觉得这个牛市还会继续持续，但是要看几个指标，就是还是要我们整体的行业是离不开这个美联储的一些政策，所以说还是要看就是美联储的这个降息的政策会怎么样。但是整体就是比特币就是减半之后，其实这个 supply dynamic 已经很清楚，就是你在两边现在是已经跟去年比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一方面就是你 supply on market 也是减半的嘛，然后另外一方面因为 ETF 的这个 demand，就是说你这个 institutional demand 也是提高了，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就是昨天在香港，就是最近在香港的 Web3 的大会，就是 Cathy Wood 木姐，就是也给了他的一些预测嘛，好像是那个是150万美金什么的，就是这个对，不是我的预测，是他的预测，对。但是整体我个人还是觉得，到了明年就是持续是有机会的，但是当然还是要继续看宏观经济的整体的这个环境，这是这一方面。然后还有就是除了 BTC 以外，其实在整个 Web3 的这些应用，不管是 Ethereum、Solana 或者其他的链，也是有很多人是在 building， 也是有很多东西是在不断的在发展。木头姐说是到150万，你的高点是在哪？你个人的高点？我个人的高点，我还是觉得这个，其实如果你看4年前或者说3年前，很多人说这个比特币就是10万美金，当时也很多人就说这是太高了，很多人觉得是非常 crazy 的一个观点。那么可能现在很多人听到这个150万美金，也会觉得是很 crazy。那么是否 crazy？ 我觉得还是 50% 嘛，就是能达到不能达到，这个还是有一些 uncertainty。但是我觉得至少可能到明年我觉得也会继续突破之前的新高，就是最近新高就是7万3嘛。我就觉得这个还是还有空间，对，还是还有往上的空间。我自己觉得这一轮我自己看的是12万，12万，对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对，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达到，对，还是有机会的，是有机会的。我自己是觉得牛市可能才刚开始，没有到很久。那就像您刚刚讲的，就是
也是要配合宏观经济。那我觉得降息应该势必会要降息，那可能就是6月、7月那里开始。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到现在的这个牛市，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关注的是就是 Exchange Era 3.0，就是说中心化交易所的这个3.0的这个时代嘛。就是因为我们认为2.0时代是可能就是之前的交易所，比如说 FTX 等等这些，就是可能只针对反洗钱做的一些措施。但是呢，在新的时代的交易所，我们觉得是刚开始，在23年还有今年是刚开始。然后我们觉得 Hashkey Global 这样也是代表这个新的时代。因为我们觉得还是特别是针对台湾的用户，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全球的用户，你要参与这个新的 bull market， 就是所有这些用户都需要有一个安全合规的平台去交易。当然，就是很多 DEX 也出来了，可以做很多散的一些交易。但是大部分的一些流量，还有一些法币的出入金，还是在中心化交易所的这个平台上。所以说我们也是看了这个行业看了蛮久，就是会思考，就是到底如何让这个行业可以有一些持牌的合规的交易所可以开始跟一些稍微没那么合规的交易所，或者说有另外一个 level 的一些牌照的交易所去竞争。我们认为，整个 Web3 的行业，就是如果我们要进入整体的 mass adoption， 必须有一些更好的交易所平台出现，要不然很容易又遇到像 FTX、JPEX 这些问题嘛。就是一旦就是遇到一个 bull market， 大家的钱就是冲进来一些，就是在当时有一些好的一些奖励，就是吸引用户的钱，但是最终就是用户不开心就爆雷了。对，所以说我们整体的这个准备时间是蛮多的，就是在熊市的时候一直是在 building， 在18年、19年就开始在部署。所以说，我们认为整体这个合规交易所的这个整体的商业模式，包括内部的管理模式，跟以前的这些非合规的或者说轻持牌的一些交易所是很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们 Hashkey 运营或者说经营一个持牌的交易所，从内部的整体的治理的角度，其实是要实现比较完善的这个 risk management 的 framework，就是说这些很多是 lessons 可以 learn from 传统金融。虽然大家在这个行业可以一直觉得很多银行是不该出现，很多银行是控制大家的钱什么的，但是银行是有一个好的点是可以学习的，就是它整体的这个 risk management framework 还是比较完善的。这些风控的一些框架，它的好处是在于它会避免这个某一个公司里面一个人全部能说了算。所以说，针对用户的资产，对于一个稳定的一个金融平台，是必须有很好的这个 checks and balances on power。就是如果你看一下，就是 FTX 的那个破产案例里面，就是第一个有一个那个 bankruptcy estate， 他们出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就是分析所有 FTX 的问题。他们第一个说的问题就是说 SBF。说了就算，对，就是说了就算。所以说，而且是 FTX 是没有任何这 risk management framework 是很乱，整体的这个管理和这个 governance 内部的 governance 是很乱，所以导致是不管是从 accounting 的这些干净度，或者说客户的资产啊，就是一个人说了算，是不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平台？而且我刚刚提到的是有一个概念是轻持牌的一些交易所。这个概念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持牌的交易所，但是你那个牌照只是处理反洗钱的问题，反洗钱就是一般的这些反洗钱的合规的要求，它不会 cover 到像这么多 risk management 的要求，它不会管很多你的这个 governance， 就是内部的这个 governance 的要求，它只是管你是不是在做 ML、KYC。对，所以说，我们还是非常希望在现在和接下来的牛市是可以出现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合规和安全的交易所。那在这个交易所发展过程中到现在，你们有什么故事或者什么会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吗？辛酸血泪史或者什么之类的？你说什么故事？
我比较好奇，想要问 Ben 啊，HashKey 其实成立蛮久了，那在这成立很久的这个过程中，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对，我特别有印象。对，我觉得 HashKey 是一个非常我非常看好公司的未来。那么刚刚回到那个问题嘛，就是合规的交易所或者说持牌的交易所，我觉得非常难的，在这个行业，在这个领域非常难的是怎么样融合 Web3的这些做事情的方式，跟这个传统金融的一些风控的一些思维，就是两个思维还是要有一个 balance。就如果你就是一个全Web3和全 crypto 的一个交易所，其实很容易发生像 JPEX、FTX 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交易所的问题嘛，因为可能想要冲得太快，或者说很多东西是不会有太多的一些内控的框架。但是呢，反过来，如果你就是太传统金融，你可能抓不到一些市场的热点，就是你不一定能够提供用户想要的产品，就是给到用户。所以说，我觉得 HashKey 就是成立了，从18年成立到现在，其实我们是亲自经过这个过程，就是到底是有更多传统经验的经验好，还是说更多的 Web3 的一些经验的这个更好？现在我感觉我们整体的公司其实已经是在走上这个 balance， 就是对市场是有足够接地气的感觉，然后呢，对于传统金融的一些风控啊，还有这些就是内部的一些治理的一些思维，都是在不断的在做融合。对啊，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 Ben， 如果你要给这次的牛市一句话，你会用什么字？中文、英文都可以。Risk management， Risk management，OK， 因为真的就是你跟很多就是经过上一轮的人去讲嘛，当然是有很多很好的一些技术的一些突破嘛，但是很多上一波的这个 cycle 很多问题是在于 risk management，不管是从 trader 的角度，比如说三件的一些问题，或者说从交易所的角度，都是大家对于这个 risk management 的这个感觉啊，或者说就是掌握不够，对，所以还是觉得是这一波还是大家可能是在 risk management 方面就是加深一点。也很感谢这次 Ben 来接受采访，然后他的中文可能比我还好，没有嘛，真的。然后他一直也都待在美国，然后你看这一次竟然是全中文来就是接受采访，我觉得超强。感谢，很感谢。那我喜欢吃什么亚洲菜吗？很多。最喜欢的一个。哎，这个很难说，各个地方都有各个地方的菜嘛，反正都有啊，面条啊，然后各种各样的炒菜都可以的，对，很难挑一个。因为我通常台湾人都问2个问题啦，就是你敢不敢吃臭豆腐？可以啊，这个吃了，或者是敢不敢吃大肠？大肠不是，因为大部分就是大肠都不敢吃。臭豆腐其实那个我不知道台湾的臭豆腐怎么样，但是那个中国那个长沙的那个臭豆腐还是有意思的，但是不能吃太多。